落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3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，日夜积成灰。相遇的季节，微风拂过侧脸，好贴切。人潮汹涌，你看不见。霓虹灯亮起，人群中却找不到你，我却能感应你逃避。在无人的街区，霓虹灯孤单的矗立，像我再次遇见的你。霓虹的闪去，却抓不住你的距离。有些人其实早忘记，零零碎的记忆，像霓虹灯总会褪去。我们还能否再继续？根叔，咱们好久没在一块儿吃饭了。是啊，你比原来瘦多了，你呀今天要多吃点。本来呢，应该去家里拜访您的，还麻烦您专门来城里一趟。哦，小叔跟我说了，你现在在卓越上班，特别优秀。啊，他创业的事儿我也都知道了，你对他有恩，他却以怨报德。是我没教育好他，我在这儿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年轻人嘛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选择。不过好在啊，现在算是合作上了。难为你，还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呀，跟安先生一样，都是真正善良的人。对了，根叔，以前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他是开远商贸的老总，叫王开。王开，王总。哦，这个人我见过一次。爸，王总是自己人，非常可靠，您可以放心的。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安总不放心，也是正常。不过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您可以慢慢考虑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人家王总可以等，但是咱们银行欠款等不了，员工下个月的工资等不了，咱们没时间了。周元真的说，王总是自己人吗？那您见过他跟王总单独在一起过吗？那倒没有。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那次我送他出门的时候，他上了一辆颜色非常特别的车。当时我跟陈阿姨还在争论呢，这车到底是青色还是绿色的，所以印象特别深。后来怎么了？哦，后来周先生和米小姐在一起之后，我才知道这车是米小姐的车。王开当时上了米露的车，您确定吗？米小姐的这辆车颜色太特别了，我一定不会记错的。这么说，王开和米露当年就认识。既然睡不着，那就喝一杯吧。
根叔说的没有错，王开和米露的确是认识的。重点是，他们还是老乡，都在罗泉镇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今晚我们先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罗泉镇看看。好。喝吧，明天我会叫你的。还有多久啊？还有1个多小时，你要不要继续睡？我不困。我给你发微信没回，我就知道你没睡醒。你不会忘了今天要跟房东见面吧？没有忘。郎总不在吗？一大早的就出去了，第一个大老男给我吵醒了一次。哎，安安姐也走了，还跟我说有事要出去2天。他俩什么情况啊？你管他俩呢？你给我醒醒！叶凯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再不把房东搞定，咱们推戒指的期限可就到了。走，陪我换衣服。合同呢，我照模板拟好了，你们2个人看一下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今天就签了。好。哎，彭先生，您的飞机是哪天呀？下个月5号。哦，那还来得及，我们购房款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好，你的咖啡。谢谢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帮你们换一杯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帮你们再换一杯啊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2个还没结婚吧？其实啊，上次咱们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们不像2个刚结了2年婚的夫妻，而像是热恋中的情侣。这么明显吗？他刚摘戒指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戒指没有压痕。彭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确实不是夫妻，我们只是男女朋友。我们只是太想在这座城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，所以才骗了你。我懂，我也曾经和你们一样，10几年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这套房是我在这里的第1个家。那这合同，签字生效。真的？
这房子没有了，还有下一套。人嘛，要抓紧了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们感情很好，我不会觉得你们会骗我。谢谢你。喂，我醒了，你在哪儿？安宇，我刚才去镇上的中学一趟，王开没有任何的消息，只知道他有个弟弟。有一个弟弟。那我们去哪儿找？不知道。我看这个镇也不太大，要不我们去问问吧，说不定互相都认识。你好，我这照相馆在这儿开了快40年了，镇上的孩子我基本上都见过的。这个人看着面生，这是他后来的工作照，小时候或许没有那么成熟，您再好好想一想。咱这镇上的孩子毕业照啥照都在我这儿照的，你看，这个人还是没印象的。这是米露吧？对啊，老米家的闺女。这孩子从小就长得漂亮，也爱在我这儿照相。还有个小伙子跟他形影不离的。小伙子？啊，哎，对了，那小伙子上大学那年，他们还在我这儿照了一个全家福，全家福照的蛮不错的，我还把它特意放大了，还在我这儿挂了小半年呢。那张照片您还有吗？我给你找找看吧。还记得这张照片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我复习的第2年，就考上了财经大学的金融系。奶奶特别高兴，办了3天的流水席，然后就拉着咱们俩去拍的这张照片。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，就把奶奶一个人留在这个房子里面。他那会儿老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些有的没的，什么天亮了，花开了，门口哪个小贩又走了。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他就是想我了，一直说要来玉清看看我的。结果现在，奶奶会知道的。你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别太自责了，好不好？嗯。你也忙了一早上，剩下的让大伯来张罗吧。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，好吧？好。看，就是这个。
他们俩居然从小就认识，为什么我在大学里一点都不知道？周渊居然是在这儿长大的，他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爸入狱，我坐牢，都和他有关系吗？这个小镇还藏着多少秘密？米奶奶是个好人呀，可怜了米露了。这孩子从小孤苦伶仃的，到现在，他唯一的亲人也没有。王总，安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办点私事。你也认识米露？我和陆姐从小就是邻居。王总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吗？好啊。你哥是王开？我哥以前总说这里有多美多美。所以他也是在罗泉镇长大的。他小学毕业才离开的罗泉镇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出了国，他得了胰腺癌，出国就是去治病的。3个月前，医生宣告他治疗无望，也回国了。请问一下，他现在在哪家医院？你们2个好像对我哥很关心啊。我想见见他。好。王先生您好，我叫安宇，我的父亲是韩文斌，新城集团的董事长。之前他跟您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，他已经过世了。我有些问题想问问您。父亲过世了。他在入狱之后突发了心梗，在牢里过世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您是唯一的知情者，您可以把真相告诉我吗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法院的判决就是真相。我的父亲是在牢里过世的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，很多问题我连问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最近才知道，这件事情很可能还涉及到我的前夫。你可以把真相告诉我，解开我心中的疑惑。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别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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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小姐，
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我哥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请你不要再逼他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告辞了，走吧。如此说来，您跟这位姑娘并无深交。乔峰道：“她只是我一位朋友的丫鬟。”薛神医道：“阁下那位朋友是谁？想必与阁下情如骨肉，否则怎能如此推爱？”乔峰摇头：“那位朋友我只是神交，从来没见过面。他此言一出，听上群豪。”你怎么又来了？前天那章没读完。我怕芳芳等着急，我就想，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？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方总监，你刚下班吧？是不是还没吃饭啊？我刚买了2份饭，你可以先吃一点。如果你不经我的同意再来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方总监，你别生气，我刚好还有点事儿。我现在就走，你先把饭吃了。随便的爱再说，顺的确是诚实的，被动的面两种结果，本质如骨架洒脱，有没有选择把最爱的人伤得最深？对你也对自己。方总监。什么事儿？您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啊？如果是私事儿，你就不要再说了；如果是公事儿，请到办公室里说。不是方总监，我是说那个，您妆化了，那这边。方总监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您把这份吃了，一会儿我再去买一份。不用了。你来了。啊。王先生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点饭，你趁热吃了吧。谢谢。你想干嘛？什么？我想干嘛？我就是看你们累，单纯请你们喝一杯奶茶。所以没什么事求我们哈？没有。那我们回去加班了。别！
其实有一个小忙需要你们帮助。你看，天下果然没有白喝的奶茶吧？安宇，你怎么变得跟老少一样了？不开玩笑了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其实呢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我要跟来来求婚。哦，天哪！你要求婚？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所以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忙？我需要你们到时候配合我一下。当然啦，尽管开口，全力配合。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啊？去江边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。最近不是压力大吗？我带你散散心。就我们2个人吗？安宇、老少最近不是都忙着呢吗？你还做了个发型？我洗完之后随便抓了抓。还喷了个香水。衣服柔顺剂的味道吧，应该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也该来了吧？咱们来了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听到音乐了。什么惊喜啊？要这样？准备好喽。3、2、1。描绘着你的画笔，模糊又清晰的你，风吹过你的长裙，你想绘出来的诗句，让我沉醉的聆听。静静地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长出新的羽翼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痴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的你的画迹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，让我沉醉的倾听，静静的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，是你刺破黑暗。来来，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听不见，大声一点。进来了，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迹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
许久以后的爱情。恭喜你们！恭喜求婚成功！ Ladies and gentlemen，让我们跟我们八岁八龟都在这回。我之前一直跟着老邵，来到这个无依无靠的地方，我一直感觉自己没有家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方向，没法扎根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因为我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家。以后我就是有媳妇儿的人了。来，敬你哦！恭喜你凯哥，恭喜来来，恭喜你们！我觉得我此刻已经站到了人生的巅峰。听我讲，什么叫巅峰？最爱的人在身边，最好的朋友们在对面。我爱你们，更爱你。嘿嘿。啊，此刻我们都是最幸福的人。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余生的陪伴。藏起的浪漫，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真想不到，我哥心里面还藏着这么多事儿呢。照顾好他，有什么需要的，随时告诉我。好，我会再来的。今天就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安宇，之前你发给我的合同，我都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找时间签了吧。好。嗯，去吧。从小就和麋鹿认识，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。中原是麋鹿妈妈好朋友的孩子，家里出了意外。那他们俩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？和中原之间的交易，麋鹿一点都不知道。那时候。我的公司一直在亏损，周岩就给了我一笔钱，好让我出国看病。我呢，就答应帮他一个忙，清算金融签完合同以后，我就按照周岩的计划，迅速地起诉了金城金融。爸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周燕在一起就好了，也不会被他利用，不会有后来发生的这一切，也不会害了你。董事长，今天是你父亲生日，我想来看看老朋友。
王开在走之前，把这一切告诉我，我就不能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打算去找周元对峙？我很想问问他，为什么是我？他机关算尽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就只是为了得到今天这一切吗？即使知道了答案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一个虚伪的人可以为他的欺骗找上百种理由。你要企图从他嘴里听到什么呢？您说的对。您说说，您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看看这个，这是我跟你父亲创办卓越的时候，你父亲持有的股份，他把这些股份都留给了你。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呢，一直存在银行里，因为它设定的生效日期是20年，所以刚刚到期。你父亲的持股量在当年所有权的股份当中是占有了1/3左右。这些年虽然不断的有新的投资商进场，一直在被稀释，但是折算下来还有接近10个百分点左右。这个是律师电话，具体情况你可以跟他再沟通。为什么我爸之前从来没有提过？卓越过去的规模很小，这些根本就不值钱，再加上你父亲走得太突然，可能也没来得及跟你交代吧。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，你现在已经是卓越的股东了，这就是你的筹码，足以击溃周元的筹码。我不太明白。我有个计划，可以从周元手里拿回你和你父亲失去的东西，但需要你的帮忙。什么计划？周元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你啊？而且是以孩子的名义。他这个人狼子野心，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吞并卓越。对他来说呢，能得到你手里的股权，那胜率就会大很多。所以他一定会主动找你，跟你提出他的想法。而你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先拖住他，假意答应他会把股权卖给他，不要露出任何破绽。剩下的就交给我，咱们两个一定可以联手为你父亲报仇雪恨。描绘着你的画笔，模糊又清晰的你，风吹过你的长裙，你想绘出来的诗句，让我沉醉的聆听，静静地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。哦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唱出新的语音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执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
在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痴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景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。许久以后。